全球最强隐式战机 F-35竟然在实战中被击中了。就在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行动进入白热化之际，一个震惊全球军事圈的消息传出：一架美国空军的 F-35隐身战斗机疑似在伊朗上空被防空火力击中，随后带着伤摇摇晃晃的在附近美军基地紧急迫降。虽然飞行员安全无恙，但这可是 F-35自服役以来在实战中首次被击中的记录。人类第5代战斗机的不坏金身就这样被伊朗人打破了。要知道 F-35可是号称全球最强的隐式战机，它的外形不仅采用了倾斜设计来散射雷达波，雷达吸波材料更是与机身结构深度整合，所有的武器、副油箱全部塞进内部弹舱，进气道弯曲隐藏了发动机叶片。这一波科技狠活砸下去，让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区0.1平方米，也就是说非隐式战机大约是10平方米。在超视距空战中，它对非隐式战机的效能优势高达5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雷达根本看不见，伊朗人到底是拿什么武器把这架造价上亿美元的空中幽灵给打伤的呢？我们仔细看伊朗公布的 F-35被击中的红外热成像视频，视频的背景是一片均匀的低灰度纯色，这说明红外热成像系统正在仰拍天空背景。画面中，飞行器目标体现出了完整的外形轮廓剪影，那标志性的机身长得像谁，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特别是发动机尾喷口区域，因为高温而产生的红外辐射，在红外频谱表现为显著的高亮度白色区域。所以关键的证据来了，画面上的那个绿色十字和嵌套跟踪框，这是光电瞄准系统的典型标识。外面的绿色方框是跟踪波门，中间的黄色方框是已完成识别的锁定框，这表明系统已经基于图像特征完成了目标识别和持续跟踪。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其确定的结论：击中 F-35的绝对不是 S-300，这种依靠大型火控雷达制导的传统防空导弹。因为如果雷达一开机， F-35先进的电子战系统早就报警并开始干扰了。这次锁定它的很有可能是地面防空系统上的红外热成像单元，也就是所谓的被动探测技术。这种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全程不主动发射任何雷达波，保持绝对的电磁静默。F-35那价值连城的雷达告警接收机根本就听不到任何警报。但是视频里 F-35的飞行状态实在太诡异了，它既没有发射红外干扰弹，也没有做任何剧烈的机动规避和对抗措施，就这么直愣愣傻乎乎的挨了一发。更奇怪的是，被击中后它并没有立即空爆或者坠毁，而是若无其事的飞走了。根据这种毁伤效果，我排除了大型防空导弹的可能，锁定了一款伊朗武库中的小4克 AD-08 马基德近程防空系统。这玩意儿原本是专门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采用纯红外制导，最大射高只有8000米左右，最大射程不到17公里。分析到这里，所有前提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现在可以进行最后的推演了，看看怎么才能达成视频里那种匪夷所思的效果。假设 F-35在约1万米的高空正常巡航，伊朗的马基德系统在大约17公里外发现了它，但因为导弹最大射高只有8000米，全程只能干瞪眼锁定，根本够不着。现在调整 F-35的高度，进入了导弹射程，防空导弹点火升空，但是导弹一升空， F-35周身的6个红外传感器就会瞬间报警，所以我们必须假设 F-35的红外传感器全坏了，处于裸奔状态。这时候导弹逼近到了 2.5 公里，但好在飞行员通过双联装生物传感器看到了导弹，足以凭借 F-35出色的飞控，依然做出了有效规避。因此想要打中 F-35，还得把飞行员的眼睛给蒙上。这次 F-35没做任何规避动作，正如视频中那样被导弹直接命中，损毁程度14%，勉强飞回基地迫降。这终于和目前的战报及伊朗发布的视频完全吻合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连警报都没响就被命中的情况？我认为有2大核心原因。第一，战术暴露与弹药耗尽的无奈冒险。在这场史诗怒火行动中， F-35确实承担了踹门的角色，负责压制伊朗防空系统。但开战之初，当防区外远程打击弹药耗尽后， F-35为了追求打击精度或者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被迫放弃了高空优势，冒险降低高度进行临空轰炸，这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近程防空导弹的伏击圈。别忘了，当 F-35准备投弹而开启内置弹舱门的瞬间，它那完美的隐身几何形状会被彻底破坏，雷达散射截面会短暂激增，这是一个极容易被锁定的致命漏洞。第二，伊朗的无烟猎杀战术。为什么 F-35那么先进的红外预警系统没报警？仔细看视频中的画面，来袭的防空导弹几乎没有尾焰，伊朗极有可能采用了新型的无烟火箭发动机，加上全程电磁静默的纯光电探测。这就好比一个4克不仅不发出声音，连体温都隐藏了，悄无声息地摸到了 F-35的肚子底下，连告警系统都没触发，就完成了这次不可思议的静默猎杀。总的来说， F-35虽然靠着剩余的动力和飞控冗余勉强逃生，但它依然给美军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
在密集的、不依赖雷达的低空防空火网面前，即使是号称天下第一的5代隐身战机，只要战术运用不当，或者被迫进入了敌人的伏击圈，也一样会流血，一样会被击落。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这波推理是否合理？你又认为被击中的又是否是真的 F-35呢？欢迎在评论区点赞留言，我们下期见。